还要继续吗？我认输，剩下所有比赛，地龙门认输。他认输了，班长也实现了遗传系的壮举。会后遗传机，会后遗传机。王妃，你可知那霍雨浩那个召唤兽是何种魂技？臣妾不知。他曾与你同在宣子文门下学习魂导器，你会不知？他调查过霍雨浩，我与霍雨浩相处不到半个月，对他了解实在有限，只知道他拥有伤身武魂。殿下，此子不能留。那个召唤兽，就是明德堂失去的10万年魂兽胚胎。霍雨浩在上届大赛就是冠军队员，当时他只有3环魂尊实力，却已经崭露锋芒。此后作为交换生加入我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在魂导器上展露出惊人的天赋，更在返程途中侥幸逃过龙皇前辈的截杀。放任他成长下去，必然会成为日月帝国的一大隐患。原来就是他从龙前辈手下逃出升天。经过上一轮淘汰赛的激烈角逐，167支参赛队伍中有84支队伍进入淘汰赛第2轮。今天将进行淘汰赛第2轮，规则跟第1轮一样，个人战加团战。蝉联冠军多年的史莱克学院代表队将在今天的第1场比赛中登场，不知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淘汰赛第2轮第1场，史莱克学院战队对阵天甲宗，双方队员请上场。天甲宗碰上史莱克，也太帅了！我们想跟史莱克战队协商，共同放弃个人战，直接进入团战。他们想直接进团战，说明个人能力弱，团体战斗力强。无所谓，反正我们都会赢。周老师赛前对他们的能力有所研究，不管是个人战还是团战，我们都有绝对优势。既然他们提出诉求，那我们就速战速决。裁判，我们同意。双方协商，共同放弃个人战，直接进入团战。请双方选手准备，比赛开始。后撤摆阵。这是7位一体组合技，难怪天甲宗只想打团战。这下有意思了。第4魂技，天甲之人。7宝有名，1曰速，3曰力，5曰魂。
他们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他们收敛了自己的骄傲，真正成为了一个整体。缺了霍雨浩，史莱克学院依旧很强大。真正令人恐惧的，应该是他们。淘汰赛第1轮第83场对决，由圣灵宗对阵天都学院。圣灵宗获胜。这个圣灵宗实在太邪门了。希望我们不会过早碰上他们。宇浩，感谢你的情报。九九姐，我可以进来吗？这声音是……难道维娜也是皇室成员？你认识维娜？她是天魂帝国的公主。九九公主，可以让维娜公主进来一起协商吗？我有一件宝物想跟你们分享。霍雨浩，好久不见。你这是……一些意外，不提了。居然有这种事！九九姐，以日月帝国和圣灵教的实力，一旦开战，我们任何一国都无法抵御。你打算怎么做？联合。我会尽快向皇兄禀报。只有团结所有力量，才有一线可能逆转形势。两位公主殿下，合作也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不过，我们所代表的并不是史莱克学院，而是我们的宗门唐门。唐门？这是宇浩研制改良的诸葛神弩炮，虽然是4级定装魂导器，其威力却可以与6级魂导器媲美。而最关键的是，其中的充能奶瓶。这件魂导器就当是我们唐门的一点心意。你们可以拿回去研究，如果有意愿合作，我们随时恭候。诸葛神弩炮，冬儿，你真是令我刮目相看，不仅让天魂帝国也成为了我们的潜在合作对象。还让他们自己去琢磨轩老师研发的密封奶瓶技术，想来唐门很快就会多出2名新客户了。轩老师亲自监工的唐门地下工厂已经开始建造了，等完工后，一些高阶的魂导器也能投入生产。再有星罗天魂2国的支持，相信能遏制一下日月帝国的行动速度。冬儿，你辛苦了。其实你不必做这些，我知道你性子直率。这是我自己想做的。昊天宗与唐门同气连枝，发展唐门我义不容辞。眼下还有件棘手的事，明天魂师大赛就正式开始了，可是大师兄的伤势至少还需要静养10天。您正在收看的是日月电视台。本台消息：第2024届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开幕式正于今天在郊外大赛场馆内隆重举行。欢迎诸位来到日月帝国名都大赛会场。
本届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开幕式由本亲王主持，有请参赛的167支各学院和宗门代表队登场。冬儿，你的商业头脑这么快就帮唐门取得了开门红。刚刚那两位公主递了消息过来，以后每个月唐门供给他们各10架诸葛神弩炮。冬儿，这是你谈下来的，以后就由你负责吧。宇浩，我养伤期间，比赛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哇，这么多参赛队，比上一届大赛规模大多了。最后即将登场的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代表队。全大陆的青年才俊齐聚于此，实乃千古难遇之盛事。那是龙皇斗罗凌逍遥，他竟然也来了，还护卫在徐天然左右。看来我们的猜测没有错，日月帝国果然与圣灵教狼狈为奸。99级的至高存在站对日月帝国，看来斗罗大陆的局势已经非常微妙了。日月帝国的子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这里，我代表摄政王殿下欢迎你们的到来。同时，我代表摄政王殿下宣布，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现在开始。
仲卿，入座吧。欢迎各位，我是本场的裁判。预选赛阶段淘汰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对阵屠龙宗，个人淘汰赛。双方队员入场。来自斗灵帝国的屠龙宗战队。全场以隆重的掌声有请来自日月帝国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战队。第1场比赛本该是上届冠军率先登场，主办方居然明目张胆把史莱克学院换成了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本届大赛的赛制是每场比赛由1轮个人淘汰赛和1场团战组成。个人赛7场获胜，总计7分；团战计5分。也就是说，只要有一队个人赛开场1穿7，团战就不用再打了。奇怪，魂导师明明在团战上优势更大，日月帝国怎么会颁布这样的比赛规则？个人淘汰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孟红尘对战屠龙宗风慎。孟红尘，日月帝国算法打得不错嘛。按照往届大赛规则，揭幕战是要上届冠军出赛的，但上届的冠军史莱克学院却首轮轮空，自然就由他们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大显神威了。女皇魂王，这个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了。比赛开始。斗罗大陆宗门林立，这些宗门往往精于同一种武魂的修炼，因此更容易培养出强者。等等，你们看，个人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胜出，请屠龙宗派出下一名队员。比赛开始。预选赛第1轮，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胜出。1穿7，那个孟红尘气力实现了1穿7的壮举。而且他的对手屠龙宗并不是弱队，有2名武魂魂王压阵，在他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这一届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比5年前更强了，他们对冠军势在必得。唐门的首战在明天，我们再看看首轮其他对手的表现。允许宗门参赛后，这届大赛全乱套了，一半的传统强队被宗门队伍淘汰了。有意思的是，维娜和暮雪明明是天魂帝国皇室成员，却代表一个叫血魔宗的宗门出战。这次大赛，宗门战队的实力普遍高于学院战队，更加显得揭幕战轻松取胜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实力恐怖了。
你们似乎对孟红尘、伊川七并不怎么意外。红尘兄妹作为交换生进入史莱克的那段时间，我跟他有过几次切磋。他虽然是魂导师，却在武魂修炼上极具天赋。学院也不藏私，所以他在学院3年，武魂修炼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而且他隐藏很深，我们是探不出他实力的极限。他的实力，我估计已经有65级了。你们在这里啊？孟红尘，你们怎么不是代表史莱克学院比赛啊？真是让我好找。你找我有事？我从组委会那里查到，你们这一次是代表唐门出战的。唐门，不就是4000年前被我们日月帝国击溃的古老宗门吗？他还没消亡呢。你胡说什么？那我现在就让你领教一下唐门的实力。冬儿，我们走。你是霍雨浩？你怎么？4000年前投降的是日月，4000年后被唐门踩在脚下的也将是日月。不信，你可以试试。冬儿，不会说话就闭嘴。真可惜，我还期待本届大赛跟霍雨浩再战一场呢。现在他已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